你明明只是在厂门口推个破3轮卖盒饭，却让全厂3万名工人宁可饿着肚子排队100米，也不愿去食堂吃一口饭，只因你那国宴级别的手艺，即使卖的只是最便宜的萝卜烧肉，也能让厂长秘书馋得流口水。此时陈向东猛地睁眼，看着发黄的报纸糊墙的墙壁，脑子嗡嗡直响。他没死，堂堂21世纪国宴总厨，是菜被煤气罐炸飞，居然穿回了90年代初，回到了他还是个烂赌鬼的时候。屋里的一桌一椅，全是他年轻时住的破平房。没等他回过神，一个干瘦女人张开双臂挡在床前，声音直发抖。宋秀云求龙哥再宽限几天，钱他们一定还。这是他媳妇宋秀云带头的刀疤脸叫龙哥，一巴掌拍在破木桌上，一把推开宋秀云，骂到滚一边去！陈向东少给老子装死，欠的300块钱，今天连本带利得还400，没钱就把房子抵给他。宋秀云吓得退到墙根，眼泪直打转，死咬着嘴唇不敢出声。陈向东一看这架势，火气蹭的冒了出来。前世他就是个混蛋，喝酒赌钱，害得宋秀云被高利贷逼得跳河。后来他成了国宴总厨，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病。现在老天让他重活一回，他绝不让媳妇受委屈。他翻身下床，顺手抄起桌上生锈的菜刀。陈向东大吼一声：“你动他一下试试！”手腕一翻，破菜刀带着风声呼啸飞出，咔嚓一声，菜刀狠劈在门框上，刀刃深陷木头，刀把嗡嗡直响，刀刃擦着龙哥耳朵过去，削掉了一小撮头发。龙哥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腿肚子直发软，连退2步差点摔倒，结巴着喊：“你小子疯了，杀人要偿命的！”陈向东死死盯着龙哥，一步步逼过去，说烂命一条换龙哥一条命值了，300块钱3天后还他，现在带着他的人滚。龙哥看他这不要命的架势，咽了口唾沫，这小子平时就是个缩头乌龟，今天怎么像换了个人？龙哥不敢赌命，撂下狠话：“行算你狠，3天后要是见不到钱，老子卸你一条腿。”说完带着小弟跑了。屋里安静下来，宋秀云瘫软在地，捂脸呜呜哭。陈向东走过去想扶他，他却像躲瘟神一样躲开，满眼绝望。宋秀云问陈向东：“还嫌不够乱吗？3天400块他拿什么还？是不是非要逼死他才甘心？”看着妻子受脱相的脸，陈向东心里直抽抽。陈向东说：“秀云以前是他混蛋，以后他改，钱的事他别管，他来想办法。”他没多解释，转身走进四面漏风的厨房。灶台落满灰，米缸底比脸干净，角落只剩3个发芽土豆和半颗蔫白菜。陈向东拔下门框上的破菜刀，掂了掂，刀口卷刃了不趁手，就在磨刀石上蹭了几下，眼神瞬间变了。前是几10年的国宴总厨底子，那是实打实的真功夫。切土豆丝最考验基本功，国宴标准，一根土豆丝得能穿过针眼，下锅炒完还不能断。刀虽然破，但他手腕力量和眼力还在。他洗净削皮，左手按土豆，右手握刀，手腕猛地一沉，嘟嘟嘟嘟嘟，菜刀在案板上化作残影，声音密得像机枪扫射。土豆片薄得透光，紧接着他把土豆片一抹，刀锋再次落下。没半分钟，3个土豆全成了跟头发丝一样细的土豆丝，根根均匀，拿起来都能穿过针眼。宋秀云听到动静，抹着眼泪走过来，刚到门口就看傻了眼，这还是陈向东，以前连酱油瓶倒了都不服，怎么会切菜，还切得这么快这么好？国营饭店大厨都没这手艺。陈向东把土豆丝泡凉水洗去淀粉，接着起锅烧油，家里只有一点浑浊的菜籽油，他也不嫌弃，油烧到7成热，抓起干辣椒和花椒扔进去，呲啦一声，辛辣香味爆开，呛得人直咽口水。紧接着土豆丝下锅，陈向东左手握锅把，前推后拉，猛地一颠，锅里土豆丝腾空飞起，半空翻了个跟头，稳稳落回锅里。这翻勺动作溜得很，看得宋秀云一愣一愣的。火候是炒菜灵魂，陈向东听着油花爆裂声，连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油温，多1秒太软，少1秒太生。他凭着肌肉记忆，在土豆丝断生那1秒，顺着锅边淋下1勺陈醋，醋遇高温，铁锅瞬间气化，激发出浓郁香气，把土豆丝包得严严实实。最后撒上一把葱花，出锅，一盘酸辣土豆丝，金黄透亮，一根是一根，没一点多余汤汁，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陈向东端盘走到桌前，拿双筷子递给宋秀云，家里没别的东西了，先垫垫肚子。宋秀云看着这盘菜，迟迟不敢接筷子，这真是那烂赌鬼做出来的，香味太勾人，他饿了一天，咽着口水接过筷子，夹起一小根放进嘴里，刚嚼一口，宋秀云眼睛一下瞪大，脆，太脆了，酸辣味在舌尖炸开，爽脆的不行，没生土豆的涩味，也没炒过头的软烂，这味道比过年吃的大鱼大肉还好100倍。他又夹了一大筷子塞进嘴里，嚼着嚼着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太辣了？陈向东赶紧倒杯水递过去。宋秀云摇摇头，放下筷子，捂着脸哇哇大哭。嫁给陈向东3年，她天天担惊受怕，连顿饱饭都没吃过。今天这男人居然头一回给她做了顿这么好吃的饭。陈向东看着哭成泪人的妻子，大步走过去，一把将她搂进怀里。秀云，别哭了，以前是我不是人，让你受苦了。从今天起，我陈向东要是再让你掉一滴眼泪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宋秀云趴在他怀里哭得更凶，双手死死抓着他的衣服。等宋秀云平复下来，陈向东把剩下半颗白菜也切了，白菜帮子切菱形块，叶子手撕，爆炒了一盘酸辣白菜。他找出一个旧保温桶装好饭菜。院里有辆破脚踏3轮车，链条都生锈了。他往车轴滴了几滴菜油，蹬了2下还能骑。宋秀云红着眼问向东这是要干啥去？陈向东拍了拍车座，眼神透着狠劲，说去赚钱，3天400块，老子一分不少的砸在龙哥脸上。堂堂国宴总厨在90年代初街头卖盒饭，绝对乱杀，就凭这火候和调味，绝对能征服那些吃腻食堂的工人。离家不远就是市里最大的机械厂，3万多工人干着重体力活，就盼下班吃口热乎饭，这就是他的第一桶金。陈向东擦去妻子眼泪，跨上破3轮，用力一蹬，直奔机械厂大门去了。这会儿刚过11点半，离中午下班还有点时间。出门前他掏空家底，又厚着脸皮去隔壁刘大妈家借了半瓶大豆油和2块老豆腐，硬搞出2大保温桶的菜，1桶回锅白菜，1桶麻婆豆腐，车把上还挂着一网都掺了棒子面的2盒面馒头。
厂门口聚集了几个卖烤红薯和瓜子的老头老太太，看陈向东推个破三轮过来，都拿他当傻子看。一个卖旱烟的大爷好心提醒说：“小伙子来这儿卖饭，厂里有食堂，谁吃外面的啊？”陈向东咧嘴一笑，没搭腔。他把三轮车停在正对大门最显眼的位置，扯下破布擦了擦手。90年代初的国营大厂工人手里有闲钱，但厂里食堂那水平他前世见识过，难吃得很。没多久，下班铃声响了，铁栅栏门哗啦被推开，穿着蓝工作服的工人们大片大片涌出来，人群里全是抱怨声。工人们骂道：“他娘的，今天第一食堂又是水煮烂白菜，连个油星子都看不见。王大彪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把买肉的钱全揣自己兜里了？”工人们天天只能吃这种猪食般的饭菜，干了一上午车床，饿得肚子贴后背，吃那玩意儿能顶个屁用。陈向东听着骂声，眼睛一亮，机会来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双手抓住2个大保温桶的盖子猛地掀开，呼的一声，一股带着热气的白雾冒了出来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雾。陈向东炒菜时把铁锅烧到极热，冷油下锅，油温烧到冒青烟时下入食材，水分一下就气化了。这招把大豆油的油脂香、豆瓣酱的酱香还有花椒的麻香死死锁在水蒸气里，这就是大厨们常说的镬气。盖子一开，这股霸道的香味顺着风直接钻进工人们的鼻子里。正骂骂咧咧的工人们齐刷刷停住脚。工人们问啥味儿？怎么这么香？工人们说这谁家炒菜呢？这花椒味儿绝了，口水都给我馋出来了。几个年轻结实的小伙子顺着味儿找过来，把陈向东的三轮车围住了。带头的是个壮实汉子，衣服上全是机油印，探着脑袋往桶里瞅。壮实汉子问哥们：“你这卖的啥好吃的？”陈向东拿起大铁勺在桶里搅和了一下，红油翻滚，白嫩的豆腐块在红油里直晃悠，上面裹满一层油亮亮的酱汁。另一桶里白菜帮子炒得微黄焦脆，虽然没肉，但看着就让人直咽口水。陈向东笑呵呵的报菜名，说麻婆豆腐、回锅白菜，外加2盒面大馒头，2毛钱一份，馒头管够。汉子愣了一下，皱起眉头，说厂里食堂打个素菜才5分钱，这2毛钱也太黑了吧，连片肉都没有。周围工人一听2毛钱也都直摇头，有工人说太贵了，2毛钱都能买包好烟了。另一个工人附和说就是没有肉卖这么贵，想钱想疯了吧。眼看人群要散，陈向东一点不慌，他拿起一个干净的搪瓷碗，舀了半勺麻婆豆腐，又夹了1筷子回锅白菜递到那汉子面前。陈向东说：“大哥，这菜好不好吃舌头说了算，你先尝一口，不要钱。要是觉得不值这2毛钱，你扭头就走，我绝不拦着。”汉子咽了口唾沫，实在是因为这味太霸道，直往鼻子里钻，肚子里咕噜直响。汉子说：“行，那我就尝尝，要是难吃，我可砸你摊子啊！”汉子接过碗也不怕烫，直接呼噜了一大口豆腐进嘴里。豆腐刚入口，汉子的眼睛瞪得溜圆，烫，真烫！但烫过之后，一股强烈的麻辣鲜香直接在嘴里炸开，豆腐嫩的像是在嘴里化了，花椒的麻劲顺着舌头直冲脑门，豆瓣酱的浓香味紧跟着包裹住舌头。汉子嚼都没嚼几下，直接咽下去，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。他喊了一声：“哎呦我去！”紧接着他夹起那块回锅白菜塞进嘴里，咔嚓一声，白菜帮子竟然是脆的，不仅脆，还带着一股浓浓的猪油香和干辣椒的胡辣味。明明只是一颗破白菜，硬是吃出了一股子红烧肉的满足感。旁边的人着急问大哥咋样？汉子根本没空搭理他们，3两口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。汉子猛地把碗往三轮车上一拍，汉子急吼吼说：“给我来2份，不来3份，老子今天中午要吃个痛快。”汉子从兜里掏出6毛钱拍在车座上，说：“馒头给我拿4个。”一看汉子这饿死鬼投胎的样，周围工人全眼馋了。有工人说：“真有那么好吃？给我也来1份。”另一个工人喊：“我也要1份，先给我打。”还有人喊：“别挤啊，排队排队。”刚才还嫌贵的工人们这会儿全疯了。2毛钱确实不便宜，但对这帮天天干重体力活、嘴里没味的工人来说，只要好吃，2毛钱算个屁。陈向东手脚麻利开始打饭，他动作极快，左手拿碗，右手拿勺，一勺豆腐，1筷子白菜，再抓2个大馒头往饭盒上一扣，那叫一个顺溜。前世几十年掌勺练出来的基本功全用上了。陈向东说着：“你的拿好。”又说：“你的小心烫。”还喊：“别急，都有都有。”三轮车前围的人越来越多，里3层外3层。后边下班的工人看着这边围着一堆人，也都好奇凑过来，一闻到味儿就走不动道了。有工人喊：“哎，给我留点，我钱都掏出来了。”另一个工人喊：“前面的快点吃，吃完把碗腾出来。”陈向东准备的搪瓷碗根本不够用，很多工人干脆跑回车间拿自己的铝饭盒来装。旁边卖红薯和瓜子的大爷大妈全看傻了眼，他们在这摆摊好几年，一天顶多卖个块8毛的，这年轻人的摊子才摆出来不到20分钟，钱都快收不过来了。不到半个小时，2个大保温桶底子被刮得干干净净，连最后一滴红油都被一个胖工人拿馒头蘸着吃光了。后面排队的10几个人急得直跺脚，说没了这就没了。有人抱怨：“兄弟，这也太不经脉了吧，排了半天队一口没吃上。”陈向东把空桶倒过来给他们看，抹了把头上的汗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各位大哥，今天第一天出摊准备不足，明天中午还在这儿，保证分量加倍。”有人喊：“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明天要吃不到可去他家砸玻璃。”工人们虽然没买到，也只能吧嗒吧嗒嘴散了。陈向东把空桶盖好，靠在三轮车上大口喘粗气，虽然累，但他心里痛快，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放在车座上数，1毛的、2毛的、5毛的，还有几张1块的，厚厚一大把。仔细点了一遍，一共17块8毛钱，除去借来的大豆油、豆腐和棒子面的成本，首日净赚15块。在这个普通工人1个月工资才40、50块钱的年代，他半小时就赚了普通人10天的工资。陈向东攥紧手里的钞票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3天400块的债有戏了。陈向东连轴赚了3天，第一天净赚15块，第2天赚30，到第3天，绝味盒饭的名气在轧钢厂彻底打响，连隔壁纺织厂的工人都跑来排队。第3天晚上收摊回家，陈向东把装钱的铁饭盒倒扣在炕上，毛票子堆成小山，他拉
拉着宋秀云一起数，1毛、2毛、5毛、1块，两人数得手发酸。加上前2天团的，还有工人提前塞的饭票钱，整整420块。陈向东抓起400块揣兜里，出门直奔厂区后面的台球厅。讨债的八子哥正光膀子跟人打牌，嘴里叼着烟。陈向东走过去，啪一声把一卷皮筋扎紧的钞票拍在牌桌上，400块，连本带利，点点吧。八子哥手一抖，烟灰掉肚皮上，烫得一哆嗦。他瞪眼看着桌上的钱，又看陈向东，半天没回过神。这才3天，这穷小子抢银行了。八子哥拿过钱，沾着唾沫点了一遍，1分不少。八子哥说：“行，算你有种。”把欠条拍在桌上。陈向东拿起欠条，看都不看，直接撕碎扔地上，转身就走。无债一身轻。出了台球厅，陈向东拉起门外望风的宋秀云，直奔市百货大楼。宋秀云扯他衣角，问向东来这儿干啥？钱还了，剩下的得留着买米买油啊。宋秀云看着百货大楼里亮堂的灯泡，有点发怯。陈向东说：“买米买油的钱留着呢，今天带你买新衣裳。”陈向东一把将他拉到女装柜台，他一眼相中一件水红色的确良衬衫。陈向东说：“同志，拿这件给我媳妇试。”售货员拿眼角夹他们，看两人一身补丁旧衣服，撇嘴说：“这件8块5不讲价。”陈向东二话不说，直接拍出一张10块钱的大团结。宋秀云心疼钱，死活不肯试，急得要掉眼泪。陈向东硬把衣服塞他怀里，把人推进试衣间。等宋秀云换好出来，陈向东眼睛一亮，水红衬衫衬得他皮肤白净，蜡黄的脸也有了气血，这才是20多岁大姑娘该有的样。陈向东又给自己买件白衬衣，两人穿新衣裳走出大楼。宋秀云紧紧攥着陈向东的手，头一次把腰杆挺得笔直。第4天大清早，天刚亮，陈向东穿新衬衣蹬3轮去了农贸市场。今天打算加50份盒饭，得买上百斤青菜土豆。车刚停在常去的老李菜摊前，老李就苦着脸摆手。老李说：“向东啊，今天没菜卖给你了，你上别家看看吧。”老李边说边把装小白菜的竹筐往后藏。陈向东愣住，问李叔怎么了？我今天带够钱了，现结。老李压低声音说：“这不是钱的事。”眼神直往旁边瞟。旁边传来个怪声，说：“嘿，小子，穿新衣服装大款呢。”陈向东转头一看，一个满脸横肉、挺大肚子的胖子晃悠过来。这人穿一身油腻蓝工装，嘴里叼牙签，拿鼻孔看人。他叫王大彪，是轧钢厂第一食堂的采办。陈向东这3天卖盒饭，把第一食堂生意抢干净了。工人宁可在外头排长队，也不吃食堂的清水煮白菜，食堂剩菜全到泔水桶。厂长发火把王大彪骂了一顿。最关键是食堂买菜少了，王大彪吃回扣的油水全没了。王大彪心里恨陈向东，恨得牙痒痒。他走到陈向东面前，一脚踩在3轮车轮子上，吐掉牙签冷笑。王大彪说：“陈向东，你小子这2天挺能蹦跶，老子食堂的生意你也敢抢？”陈向东看他这嚣张样，一脸平静地说：“各凭本事吃饭，工人爱吃我做的菜，我总不能拦着吧？”王大彪猛拍大腿说：“少他娘的废话！”转头冲整个市场车嗓子喊。王大彪说：“大伙听好了，我是轧钢厂食堂的王大彪，今天谁要是卖给陈向东1颗菜，以后我们食堂的单子他1分钱也别想挣。”这话一出，市场瞬间安静。轧钢厂食堂是大客户，每天消耗几百斤蔬菜，谁也不敢得罪他。商贩全低头理摊位，没人敢看陈向东。老李更是把头快低到裤裆里。王大彪一脸得意看着陈向东说：“小子，跟我斗，你还嫩点。我看你今天拿什么炒菜？拿西北风炒吧，赶紧滚回家抱孩子去吧。”陈向东看着周围不敢吱声的商贩，知道今天在市场买不到一根烂菜叶了。他没吵没闹，连狠话都没放，他直接一脚踹开王大彪踩车轮的腿，跨上3轮掉头就走。王大彪哎呦一声，差点摔个狗吃屎，指着陈向东背影大骂孙子。王大彪在后面跳着脚骂：“我看你明天拿什么出摊？”陈向东把3轮蹬得飞快，出农贸市场直奔城郊十里铺大队。十里铺是市里最大的蔬菜基地，市场里80%的菜都从那儿批发。王大彪想断货，做梦！骑了半个多小时，陈向东到了十里铺地头，刚到村口，就见个干瘦老头戴草帽蹲在田埂上抽旱烟，愁得直叹气。陈向东停车走到地里一看，心里有数了，面前是一大片白菜地，但白菜长得惨，叶子发黄打卷，根部往上透着烂泥臭味，不少菜心都烂了。老头叫徐长贵，是十里铺大队生产队长。眼看这批菜要烂地里，徐长贵急得好几天都没能睡个安稳觉。陈向东走过去，抓起一把土捏了捏放鼻子下闻，又揪下发黄菜叶看了看。陈向东拍掉手上的土，直接问大爷：“这地里施的是生粪吧？”徐长贵吓一跳，抬头打量这穿白衬衣的城里小伙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去，城里娃懂啥种地，别踩坏我的菜。”陈向东笑了笑，前世他做大餐饮后包了上千亩地搞生态农业，这点毛病一眼看穿。陈向东指着烂菜根说：“我不光懂，还能救你这地菜。”陈向东说：“大爷，你这份没沤熟就下地，在土里发酵产热，把菜根全烧坏了，加上这地常年种菜，土里没进缺棚，叶子才打卷发黄。”徐长贵一听，烟袋锅差点掉地上。这小伙连土都没刨，看一眼闻一下就全说中了。前几天镇上农技员来看过也这么说，但说没救只能拔了种。徐长贵疼得站起来，一把抓住陈向东胳膊问：“小伙子，你真有法子救？”陈向东说有。陈向东指着远处的大粪坑说：“生粪不能直接用，你叫人弄点草木灰和烂菜叶掺粪里，关键是去供销社买过磷酸钙，按10:1掺进去，盖塑料布捂3天。”陈向东说：“这叫无机发酵肥，发酵透了兑水浇地，保证根状叶绿。缺棚的话，买点硼砂兑水，拿喷雾器喷叶子上，3天保准见效。”徐长贵听得瞪圆眼，草木灰、过磷酸钙、硼砂他听过，但怎么搭一窍不通。陈向东说得清清楚楚。徐长贵声音都在抖，问小伙子：“这法子真行？”陈向东拍胸脯说：“不行，你来城里找我，我叫陈向东。不过大爷，我教你这法子，咱得做笔买卖。”徐长贵说：“啥买卖？只要能救活这菜，让我干啥都行。”陈向东指着旁边长势正常的菜地说：“你地里那些好菜，黄瓜、土豆、小白菜，按2分钱1斤直供给我，每天早上我来拉，
现款现结行不行？市场批发价4分1斤，2分绝对是腰斩。但徐长贵正愁菜卖不出，加上陈向东交了救命绝活，他一咬牙拍大腿。徐长贵说成交，小陈兄弟，只要法子管用，以后10里铺的菜你随便挑，全按2分钱给你。两人当场找纸笔写字据按手印。徐长贵立刻扯嗓子喊来几个干活的壮小伙。徐长贵喊快，去把西头地里的好菜摘了给小陈兄弟装车。小伙子们手脚麻利，不一会摘了几百斤新鲜蔬菜，顶花带刺的黄瓜、水灵小白菜、滚圆新土豆，一筐筐往3轮车上搬。徐长贵还特意让人打井水泼青菜上保鲜。陈向东掏钱按2分1斤结账，把3轮装得像小山糕。陈向东说大爷，按我说的法子赶紧弄，3天后我再来看。陈向东跨上3轮双腿一蹬，哼着小曲往城里赶。有了10里铺直供，不仅破了王大彪封锁，连食材成本都降一半，这波血赚。1小时后，陈向东登车回市区，路过农贸市场门口，王大彪正坐马扎上跟商贩吹牛，等着看陈向东空手而归的笑话。听见3轮车链条嘎吱响，王大彪抬头看着陈向东拉着一车水灵蔬菜回来，王大彪气得直咬牙。而陈向东蹬着3轮车一回家，宋秀云就迎出来，看着满满一车水灵青菜，他眼睛直冒光，赶紧帮忙卸车。宋秀云问向东，这菜真新鲜？王大彪没难为你吧？这得花不少钱吧？陈向东抹把汗咧嘴笑，说王大彪算个屁，他直接去乡下地头收的，2分钱1斤，比农贸市场便宜1半多。宋秀云听完高兴的眼圈发红，赶紧打水洗菜。陈向东边归拢土豆边盘算，光卖2毛钱的素菜盒饭来钱慢，现在成本降了，得把价格拉上去。工人干重体力活没有水扛不住，得弄个荤菜。说干就干，他转身去肉联厂后门托关系弄了10斤下五花肉，这肉便宜，只要做法对，炖出来比瘦肉都香。回到家，陈向东洗净案板，菜刀一拿，上一世国宴大厨的底子全拿出来了。菜刀在案板上切出一片残影，10斤五花肉眨眼间全变成麻酱块大小，每块肥瘦比例都一样。接着切白萝卜，滚刀块切得匀称透亮，堆在盆里像座小雪山。生火烧锅，大铁锅一热，陈向东连油都不放，直接倒进五花肉煸炒，肉皮一碰热铁锅就冒白烟。陈向东手腕一抖，大铁勺在锅里上下翻飞，把肉里的油一点点逼出来，肉块表面变得焦黄微卷，肉香顺着热气就飘出来。他把多余的猪油撇进碗里留着炒青菜，锅里只留点底油，接着下冰糖，冰糖在热油里化开冒出小黄泡。陈向东死死盯着锅，等泡泡变深红那一秒，把五花肉重新倒回锅里，翻炒几下，每块肉都裹上红亮诱人的糖色，闪着油光。八角、桂皮、香叶往里一扔，倒进热水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慢炖。半小时后肉炖到7分熟，陈向东把白萝卜全倒进去，这才是萝卜烧肉的灵魂。萝卜最能吸味，放进红烧肉里炖，能把多余的油全吸走，肉吃着不腻，萝卜吃着比肉还香。又炖了20分钟，陈向东揭开锅盖，一股浓香直冲出来，顺着院墙飘出去，锅里的汤汁收得浓稠，咕嘟咕嘟冒泡，红亮亮的五花肉颤巍巍的，萝卜块吸饱肉汁，萝卜块吸饱肉汁变成半透明的酱红色。宋秀云在院里洗衣服，闻到香味，连手里的棒槌都掉地上了，直咽口水，说向东这也太香了。陈向东加块萝卜吹了吹，塞进宋秀云嘴里，说尝尝。宋秀云一咬，萝卜软软的，满嘴都是肉香和鲜甜的汁水，她好吃的说不出话，冲着陈向东直竖大拇指。陈向东说媳妇，今天咱们卖荤菜，4毛钱一份。陈向东把萝卜烧肉装进大铁桶，外面裹上棉被保温，搬上3轮车直奔红星机械厂。中午11点半下班铃响，工人们拿着铝饭盒从厂门涌出来。陈向东把3轮车停在老位置，一把掀开铁桶上的棉被和盖子，一阵风吹过，红烧肉的香味直接飘向人群。正往食堂走的工人们猛地停住脚，工人们惊呼什么味这么香？又有人说是肉香，比过年炖的肉都香。几十号人顺着香味围过来，一看是陈向东的摊子，大家眼睛都直了。铁桶里红亮亮的萝卜烧肉冒着热气，颜色看着就馋人。一个年轻工人咽着口水问小陈老板，今天有肉啊，怎么卖的？陈向东大声吆喝，素菜还是2毛，加这道萝卜烧肉4毛一份。人群里一阵嘀咕，有人说4毛有点贵啊，食堂打个肉菜才3毛5，又有人说是啊，4毛钱都能买1斤大米了。陈向东不废话，拿起大铁勺在桶里满满舀了一勺，半勺红亮颤抖的五花肉，半勺吸满汤汁的萝卜，连带着浓肉汤，直接浇在旁边的一盒白米饭上。陈向东说，今天头一份不要钱，谁来尝尝？有人喊了声我来。昨天买过土豆丝的老李挤到前面接过饭盒，他夹起一块酱红色的萝卜塞进嘴里，嚼了2下，眼睛猛地瞪老大。老李大叫一声，哎呦我的亲娘咧，又赶紧扒了一大口沾满肉汤的米饭。旁边人急了，问老李瞎叫唤啥？到底好不好吃？老李根本顾不上说话，3两口把半盒饭扒了干净，连饭盒底的汤汁都舔干了。他一抹嘴，掏出8毛钱拍在车板上。老李说好吃，太他娘的好吃了，那萝卜一咬一包汤比肉还香，让小陈老板给他再来2份，他要带回家给媳妇尝尝。看老李这疯狂样，周围工人全坐不住了，有人喊给我来1份4毛的，又有人喊我也要1份多浇点肉汤，还有人喊别急别急我先来的。陈向东手脚麻利，一手收钱一手打饭，每一勺下去都是实打实的肉和萝卜，绝对不手抖。工人们端着饭盒蹲在路边开吃，有人说真香啊，这肉肥而不腻绝了，又有人说这萝卜绝了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萝卜。一传十十传百，刚出厂的工人听说门口有神仙级别的萝卜烧肉，连食堂都不去，全往大门口跑。不到10分
分钟，陈向东的3轮车前就排起长龙，队伍直接拐了个弯，排了100多米，乌压压全是人。这场面把旁边卖包子的商贩直接看傻眼了。这时候，红星机械厂办公楼2楼，厂长杨建国正看文件，肚子咕噜噜叫了2声。他走到窗前想看食堂今天吃啥，一低头就看见厂门口围得水泄不通，队伍排得比过年买肉还长，一股肉香味顺着窗户缝飘进来，勾得杨建国直咽口水。杨建国冲门外喊小刘，秘书小刘推门进来问厂长找他什么事。杨建国指着窗外问门口怎么回事，干嘛聚那么多人，让小刘去看看，顺便打2份饭上来。这香味馋得他文件都看不进去了。小刘应了一声好嘞厂长，这就去。小刘一路小跑下楼，挤进人群一看，原来是个卖盒饭的小摊。看着桶底最后剩下的一点红烧肉和萝卜，小刘赶紧掏钱。小刘说最后这2份他包了。陈向东麻利的把最后的肉和汤汁刮干净，装进2个铝饭盒递给小刘。小刘接过饭盒，闻着里面飘出的浓烈肉香，猛地咽了一大口口水，端着盒饭就往办公楼跑，一路小跑推门进屋。小刘说买回来了，就剩最后这2份，差点没抢上。杨建国早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赶紧招手让小刘放下饭盒，盖子一掀，一股浓浓的红烧肉酱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夹起一块五花肉塞进嘴里，肉皮软糯，肥肉一抿就化，瘦肉吸满汤汁，一点不塞牙。杨建国眼睛瞪得老大，连扒2口沾满肉汤的米饭。他又夹了块萝卜，咬下去满口爆汁，鲜甜味直接盖过肉的油腻。不到5分钟，他就把一盒饭吃得干干净净，连盒底的汤汁都用米饭抹着吃光了。他放下筷子，拿毛巾擦嘴，长出一口气。杨建国指着空饭盒说：“小刘啊，这手艺绝了！去年他去省里开会，在国宾馆吃的大餐，那大厨做的红烧肉都没这个味正。”小刘在旁边吃得满嘴流油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厂长说的对，这味道绝了，难怪外面工人抢疯了。”这会儿厂区大门口可不太平，陈向东正哼着小曲麻利的收拾空铁桶，他腰间的帆布包鼓鼓囊囊全是1毛2毛的毛票，粗略一算，这顿午饭起码赚了上百块，这在人均工资30块的年代绝对是笔巨款。他刚拿起抹布准备擦车，身后猛地响起破锣嗓子喊：“停下停下！”有人厉声质问是谁允许他在这儿摆摊的。陈向东回头一看，3个男人正大步走来，领头是个胖子，穿着发黄的白大褂，肚子大得快把扣子撑破，满脸横肉直哆嗦。这人他认识，正是第一食堂的承包商王大彪。王大彪身后跟着俩穿保卫科制服的年轻人，胳膊上戴着红袖章，一副鼻孔朝天的架势。王大彪凑到跟前，粗短的手指指指陈向东鼻子说：“好小子，胆子不小啊，敢跑到他的地盘抢生意。”问他有营业执照吗？说他这是私下做买卖。陈向东一点没慌，冷冷盯着王大彪。上一世这王大彪就把食堂搞得一团糟，克扣工人伙食费，后来还卷钱跑路，就是个十足的烂人。陈向东把抹布往车上一甩，说厂门口是马路，啥时候成他的地盘了？说他做点饭卖给下班工人，凭啥不行？王大彪气得脸上肥肉乱颤，说他还敢顶嘴，说他扰乱厂区秩序，让小李小赵把他的摊子砸了，锅碗瓢盆全没收。话音刚落，高个子干事小李冲上前，抬起厚底皮鞋一脚踹在3轮车轮胎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小李骂骂咧咧说：“赶紧滚蛋，听见没有？”小李伸手去抓车上装泔水的大铁桶，那桶里全是洗锅的肥皂水和剩油汤，又烫又滑。陈向东眼神一冷，两世为人的他在后厨啥场面没见过，对付这种二流子根本不用硬碰硬，他没躲，反而往前迈一步，一把抓住铁桶提手。陈向东扯着嗓子大喊说：“同志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”这声音极大，周围没走远的工人全听见了。小李见他还敢护着桶，火气更大，双手抓住桶沿拼命往自己这边拽。小李咬牙用力往后拔，说：“给我撒手！”陈向东看准时机，手腕巧劲一翻，顺着小李的力道猛地松手，同时在桶底轻拖一把，哗啦一声，一大桶滚烫油腻的泔水直接泼出去，一点没沾到陈向东身上，全洒在小李脚下的水泥地上。水泥地本就平，盖满猪油和肥皂水后滑得跟溜冰场一样。小李正往后使着牛劲，脚底一踩进油水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小李脚底打滑，直接往后仰倒，重重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哎呦了一声，他后脑勺磕在地上，疼得捂着脑袋在油水里直打滚，半天爬不起来。王大彪和另一个干事全看傻了眼，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陈向东一脚踢翻旁边的空铝盆，铝盆哐当一声在地上滚出老远。陈向东顺势往地上一坐，捂着胳膊扯嗓门大喊说：“保卫科打人了，干部欺负老百姓了，砸了我的摊子还不算，还要动手打人啊！”这几嗓子喊出去，周围工人全围了过来，大家刚吃了绝味盒饭，肚里有油水正感激着，一看这阵势，火气蹭的就上来了。一个工人喊道：“干什么呢？王大彪你个王八蛋，带人砸人家摊子！”另一个工人说：“食堂的饭难吃的跟猪食一样，人家做点好吃的。”工人们纷纷质问王大彪凭什么不让卖。又有人喊道：“保卫科凭啥打人？真当厂里是你们家开的？”眨眼功夫，上百号工人就把王大彪他们围了个严严实实。几个脾气暴的钳工直接挽袖子指着王大彪鼻子骂。王大彪吓得满头大汗，连连后退，说：“别乱来啊，我们这是公事公办，这小子私下瞎做买卖。”一个老工人一口唾沫吐在王大彪鞋上，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”老工人瞪着眼质问：“我们买饭吃饭了哪条法？”眼看场面要失控，人群外围传来一声大吼，说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工人们回头一看，赶紧让出一条道。厂长杨建国沉着脸背着手大步走进来，秘书小刘紧跟在后。一看厂长来了，现场安静不少。杨建国扫了一眼满地狼藉的摊子和满身油污，哎呦叫唤的小李，最后看向坐在地上的陈向东。王大彪一见杨建国就像见到救星，赶紧挤过去倒打一耙。王大彪扯着嗓子向厂长告状：“这小子在厂门口无证经营，还动手打我们保卫科的人。”
您看把小李摔的。杨建国没搭理王大彪，直接看着陈向东。陈向东拍拍屁股上的灰，站起身说：“杨厂长，我叫陈向东，是个下岗职工，我做点饭菜卖，没偷没抢。这位领导带人来踢我的车，还要抢我的锅。”他指着地上的小李说：“他自己用力过猛，踩在脏水上滑倒了。”在场上100个工友都看着，我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没碰。工人们立刻大声附和，说：“没错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是他自己摔的。”有人说就是王大彪眼红人家生意好。杨建国转过头，死死盯着王大彪，眼神冷得吓人，喊了一声：“王大彪！”杨建国问：“谁给你权力带保卫科来砸摊子的？厂门口是你家开的？”王大彪吓得一哆嗦，结巴着说：“厂长，他抢咱们食堂生意啊！”杨建国说：“抢生意？国家现在鼓励老百姓自谋生路，你不管好自己的食堂，跑这儿来耍啥威风？”杨建国指着王大彪鼻子骂：“你们食堂做的饭，工人们天天骂娘，你要是有这精力，回去好好琢磨怎么炒菜。”王大彪被骂得不敢吱声，低着头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杨建国说：“带着你的人滚回去，明早交一份检查到我办公室。”杨建国大手一挥，王大彪赶紧拉起地上的小李，带人灰溜溜的跑了。周围工人发出一阵哄笑。杨建国转过身看着陈向东，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笑，问小伙子：“那红烧肉和萝卜是你做的？”陈向东点头说：“是我做的，厂长。”杨建国说：“手艺不错，工人们干重体力活就得吃点好的补补身子。”杨建国抬手指了指传达室旁边的一块空地，说：“从明天起你就把摊子摆在那儿，我给你特批的，谁要是再敢找你麻烦。”杨建国拍着胸脯保证：“谁再敢找麻烦就让他直接来找我。”陈向东大声应道：“谢谢厂长。”工人们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中午下班铃一响，厂门涌出黑压压的人群，工人们连油污都顾不上洗，端着铝饭盒就往摊位跑。不到10分钟，排起了200多米的长龙，人一多，麻烦就来了。陈向东和宋秀云一人守着2大铁盆，一个打饭，一个打菜。一个满脸黑灰的工人扯着嗓子喊：“陈老板，多给点汤汁泡饭啊！”陈向东拿大马勺往盆里一舀，马勺圆底，盛菜全凭手感，得先在盆边控掉油，再扣进饭盒，遇上带汤的菜，还怕洒出来烫人。就这一个动作，至少得花4、5秒。宋秀云那边更费劲，大铁盆太深，米饭装得实，他得弯腰使劲往下挖，挖出来还得抖平，没打几十分，就累得一头汗，胳膊酸得直哆嗦，头顶太阳毒。排队的工人们热得心烦，拿毛巾直擦汗，队伍往前挪得像蜗牛爬。排在后头的工人急眼了，有人喊：“哎呀，我的亲娘，这得排到啥时候去？午休就1小时，等吃上饭都该上班了。”有人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不等了，饿着肚子下午咋干活？我还是去食堂对付一口吧。”眼瞅着队伍尾巴上3、3两两的工人摇头走了，宋秀云急得红了眼，边挖饭边喊向东：“人走了，这可都是钱啊！”陈向东手底下不停，眉头却皱紧了。他粗略一算，中午光因为排队太慢跑掉的客人，少说也有5、60个，一份盒饭1块多，这一下就跑了7、80块。晚上回到家，宋秀云累得瘫在椅子上，连胳膊都抬不起来。陈向东把毛票整理好，装进盒子里，找出一块干净硬纸板，拿铅笔在上面写写画画。宋秀云凑过去问向东：“你画啥呢？”陈向东指着纸板上的图样说：“画个赚钱的宝贝。”他说：“咱们现在用大铁盆打菜太慢了，得弄个新家伙，把速度提上来。上辈子他干国宴大厨，后来开连锁快餐店，现在那种流水线打饭槽，他闭着眼都能画出来。”他在纸上画了个长方形大铁箱，箱子分成6个方格，每个方格刚好能放下一个标准不锈钢菜盆。陈向东让秀云看，这叫多格打饭槽，把菜都摆一排，不用来回转头找。最关键的是这儿，陈向东在箱子底部画了个夹层，底下留空，倒进滚开的热水，上面菜盆坐在热水上，不管卖多久，菜都是滚烫的。宋秀云听得眼睛发亮，说：“这法子好，不用总架在煤气炉上烤，菜也不会糊底。”陈向东又说：“还有这个。”又在旁边画了个形状古怪的勺子，勺子不是圆底，是个平底直筒，连着长柄，这叫定量打汤勺。一勺下去满满1瓶桶，刚好是一份菜的量，不用比划，不用控汤，挖出来的菜直接扣进饭盒里就行。宋秀云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，有了这东西，闭着眼睛都能打菜了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陈向东揣着图纸，拎了2包大前门香烟，直奔家属区去找厂里手艺最好的8级钳工老赵。老赵正蹲在水槽边刷牙，满嘴白沫。陈向东凑过去把烟塞进他兜里，递过图纸。陈向东说：“赵叔帮个忙，拿不锈钢废料给他焊个物件。”老赵漱了口，拿图纸眯眼看了半天，眉头拧成疙瘩。老赵说：“小陈脑瓜子咋长的？这玩意儿他干了30年钳工都没见过，这大槽子还得带水夹层，焊缝要有一点不严实，水漏出来可就全完蛋了。”陈向东笑着说：“所以才来找您啊，全场谁不知道赵叔的手艺？闭着眼睛焊的缝，连根头发丝都塞不进去。”老赵被捧得高兴，一拍大腿说：“行。”厂里库房正好有一批报废的不锈钢板子，厚实得很。老赵拍着胸脯保证中午前一定倒不出来。老赵戴上护目镜，拿起焊枪，电火花四处乱飞，不到1上午功夫，东西就做好了。上午11点半，老赵蹬着3轮车，把一个亮闪闪的不锈钢大家伙拉到摊位前，两人合力把打饭槽抬到长条桌上。这1米多长、半米宽的家伙，6个方格整整齐齐。陈向东拎起2壶刚烧开的热水，顺着注水口灌进夹层，不一会儿，热气就顺着方格缝隙冒了出来。陈向东把刚炒好的红烧肉、酸辣土豆丝、白菜豆腐倒进不锈钢盆，稳稳卡进方格中。热气一蒸，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他又拿起老赵特意敲出来的平底定量勺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分量刚刚好。下班铃响了，工人们冲出大门，跑到摊位前一看，
大伙都愣住了。平时摆桌上的大铁盆不见了，换成了冒着热气、亮闪闪的铁槽子。一个年轻工人伸长脖子往里瞅，问陈老板：“这弄的是啥高科技？看着挺唬人啊。”陈向东拿铁勺敲了敲槽子边缘，大声喊：“大伙排好队！”陈向东说：“今天换了新家伙，保准让工人们5分钟内全吃上饭。”工人们半信半疑排起长队。陈向东站菜槽后，宋秀云守着米饭桶，两人面前是一条平滑的不锈钢桌面。陈向东喊：“第一个要啥？”排最前面的工人说要1份红烧肉，1份土豆丝，递上饭盒。宋秀云接过饭盒，大木勺往饭桶里一挖，满满1勺米饭扣进盒里。接着他把饭盒顺着不锈钢桌面一推，饭盒唰地滑过去。陈向东左手按住饭盒，右手抄起平底定量勺，往红烧肉格子里一沉，提起来就是满满1平桶。手腕一翻，啪地扣在米饭上，红亮的肉汁浇在白花花的米饭上，香味直接炸开。紧接着勺子往土豆丝格子里一滑，又是1勺扣下，整个动作干脆利落，没半点停顿。1秒钟打饭，2秒钟打菜，3秒钟饭盒就递回工人手里。陈向东喊：“拿好，下一个。”那工人端着饭盒都傻了，看看手里冒尖的饭菜，又看看陈向东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说：“我的娘咧，这也太快了吧！”陈向东催促下一个要啥，工人说：“豆腐、肉片。”划饭盒，舀菜，扣菜，递出，又是3秒钟。队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前挪，以前排队像蜗牛爬，现在简直像小跑。工人们刚站稳，还没来得及扯2句闲篇，就轮到自己了。工人们感叹：“哎呦喂，这速度神了！”工人们议论说：“你看陈老板手里那圆筒勺子，一挖一个准，一点都不洒。”工人们说：“可不是嘛，你再看食堂那王大彪，每次打菜大马勺抖得像羊癫疯，抖3下能把肉全抖回盆里。”工人们说：“陈老板这勺子好，一勺下去实打实的，公平。”工人们端着饭盒边吃边兴奋议论，打饭槽在阳光下闪着光，热水夹层把菜温得热乎，吃到嘴里菜叶子都烫嘴，别提多舒坦。500人的长队，搁昨天2人得累死累活打1个多小时，今天倒好，不到半小时队伍就见了底，6个格子里的菜刮得干干净净，连平时最爱抱怨排队慢的老工人，今天都端着饭盒蹲树荫底下吃得满嘴流油，冲陈向东直竖大拇指。收摊时，宋秀云抱着装钱的铁盒子，2只手都在发抖，盒子里塞满花花绿绿的钞票，有1毛2毛，也有1块2块。宋秀云咽了口唾沫，声音发飘，喊向东说500多份全卖光了。宋秀云说今天连一个中途走掉的都没有。陈向东拿抹布把打饭槽擦得锃亮，看着妻子兴奋的脸，他笑着说这算啥？有了这套家伙事，别说500人，就是1000人咱们也照样拿下。夜里11点，筒子楼的单间里，桌上铺着旧报纸，堆满毛票和硬币。宋秀云坐在桌前，手指飞快扒拉着钱堆，把1毛2毛5毛的分开叠好。他数了一遍又一遍，眼睛直放光。向东说今天中午咱们卖了500多份饭，刨去买菜买肉的本钱，净赚了130多块。宋秀云嗓子都喊哑了，手里攥着一把零钱，激动得直哆嗦，说我的老天爷，我以前在厂里干1个月，累死累活也就30来块钱，咱们这一天顶我干小半年的。陈向东端着盆热水放在他脚边，说行了，钱跑不了，先泡泡脚。宋秀云把钱锁进铁盒，拖鞋把脚伸进盆里，热水一烫，他舒坦地叹了口气，紧接着脑袋一点，身子一歪，差点栽倒。陈向东一把扶住他肩膀，低头一看，宋秀云靠在他胳膊上睡着了，他眼底下全是乌青。他的手常年泡水洗菜，早已泡得发白，右手虎口天天切土豆丝磨出的大水泡，破了又结痂，看着心疼。500人的饭菜全靠2口子洗切备料，每天凌晨4点干到半夜，铁打的也扛不住。陈向东把媳妇抱上床，盖好被子，走到窗前点了根烟。生意越好，一食堂的王大彪肯定坐不住，以后指不定出什么坏点子。想做大，光靠2口子单干不行，必须招兵买马，弄个专门备菜的大后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陈向东没去菜市场，直接去了厂区后头的平房区，这儿住的都是老街坊，房子宽敞。他转悠一圈，看中刘大爷家的院子，院子有小半个篮球场大，铺着青砖，角落有压水井和自来水管，最关键是上面搭着防雨棚，刮风下雨不耽误干活。陈向东说刘大爷，你这院子租给我用用，1个月我给你15块钱。陈向东掏出钱直接拍在石桌上，刘大爷一看钱，二话没说交出钥匙，说行，只要不把房子拆了，你随便折腾。拿下院子，陈向东直接去了机械厂的家属院。上午10点多，空地上一群大妈大嫂正做着马扎摘韭菜，那鞋底，这些都是困难职工家属，平时就靠糊火柴和赚点零碎钱补贴家用。陈向东一进院就扯着嗓子喊，说各位嫂子大妈，手里有空闲的没有？我这有个赚钱的活，谁想干？人群安静了一下，一个穿打补丁褂子的胖大嫂撇撇嘴，说哟，这不是陈向东吗？听说你现在不在厂里干了，跑去摆摊卖盒饭了，咋的？你那小摊子还招人啊？另一个大妈跟着搭腔，说就是个体户能有啥保障？今天开张，明天倒闭的，别到时候白给你干活拿不到钱。陈向东也不恼，掏出一叠大团结在手里拍得啪啪响。陈向东说，我招5个洗菜切菜的帮手，就在厂后头的平房院里干活，每个月保底工资30块。这话一出，空地瞬间炸了锅。胖大嫂问多少？30块。胖大嫂手里的韭菜掉在地上，瞪大眼站起来，说向东，你拿嫂子寻开心呢？厂里正式工1个月才30出头，你雇人洗个菜得30。陈向东大声说，我陈向东一口唾沫一个钉，不过这30块钱只是底薪，除了底薪我还得提成。大妈们全围过来，问啥叫提成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陈向东手里的钱。陈向东竖起一根手指，说提成就是计件算钱，你们听好了，削1盆土豆皮额外给2分钱，洗1筐白菜给3分钱，切1盆肉丝给5分钱。他指着胖大嫂说，李嫂子手脚麻利，他说李嫂子要是一天能削10盆土豆，洗10筐白菜，一天就能多挣5毛钱，1个月下来就是15块，
加上底薪30，李嫂子一个月能拿45块钱，比他家男人的工资都高。李嫂子脑子里飞快算了一笔账，脸都憋红了。45块钱啊，这能买多少斤棒子面，割多少斤猪肉？李嫂子说：“向东，嫂子给你干。”李嫂子一把扔掉鞋底，挤上前说：“他力气大。”李嫂子刀工也好，让向东带他一个。一个大妈说：“他也干，让向东看他这手，洗菜最干净了。”另一个大妈说：“别挤别挤，他家里3个孩子等着吃饭呢，把这活给他吧。”刚才还嫌弃个体户的大妈大嫂们全疯了，扯着陈向东的衣服抢着报名。陈向东稳住身子扫了一圈，他心里有数，挑人不能光看力气，得看卫生习惯。他指了指李嫂子，又挑了4个指甲剪得干净、衣服洗得发白的大嫂，说：“明天就他们5个，明天早上6点到场后头刘大爷那个院子报道。”第二天清早，5个大嫂准时站进平房院子，院子中央摆了10几个大不锈钢盆，旁边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土豆白菜。陈向东走出来，一人发了一套白围裙和帽子，说：“穿上，戴上，头发全给我塞进帽子里，一根都不许露出来。”陈向东板起脸，语气很重。李嫂子边系围裙边笑说：“向东，洗个菜还弄得跟医院大夫似的，至于吗？”陈向东大声说：“太至于了。”他定规矩说：“咱们做的是吃到嘴里的买卖，卫生比天大。”今天他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谁要是犯了规矩，底薪全部扣光，立马走人。5个大嫂一看他这架势，全收起笑脸，站直身子。陈向东伸出3根手指说：“第一，干活前必须用肥皂洗手，洗够3遍；第二，指甲必须剪到贴肉，里面不许有黑泥；第三，干活时不许说话乱飞唾沫，更不许吐痰。要是让他发现菜里有头发丝，或者谁把掉地上的菜直接捡起来扔锅里，别怪他不讲情面。”规矩严得吓人，但为了30块底薪和提成，5个大嫂一起点头。陈向东说了声行，洗手开干。他一声令下，5个大嫂冲到水龙头前，打上肥皂，死命搓手，洗完立刻扑向蔬菜堆。接下来的一幕让赶来送早饭的宋秀云看傻了眼。院子里根本不用人监工，5个大嫂向上了发条，削皮刀和菜刀挥得飞起。李嫂子霸占一个大盆，说：“这盆土豆是她的，谁也别跟她抢。”削皮刀刷刷响，3秒削进一个土豆，扑通扔进水盆。旁边大妈急了，说：“李嫂子都削了2盆了，给他们留点。”她双手在水盆里疯狂搓洗白菜，水花溅一身都顾不上擦。李嫂子头都不抬，说：“凭啥给他留？”向东说了：“多劳多得，他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呢，他今天非得削出10盆来不可。”李嫂子手上动作更快，切菜案板那边2个大嫂把刀剁得砰砰响，土豆丝切得细细的。切完1盆，赶紧拿粉笔在墙上自己名字下面画一道杠，那一道杠就是2分钱。为了多画一道杠，这几个女人连水都舍不得喝，上厕所全是一路小跑。宋秀云端着饭盒站在门口，人都看木了。她昨晚熬到半夜才削完的半筐土豆，这几个大嫂不到半小时就解决了。照这速度，别说500人，就是2000人的料，一上午也能全备好。宋秀云咽了口唾沫，小声说：“这也太快了。”陈向东接过饭盒扒了2口饭，笑着说：“这就叫计件提成，给死工资，他能磨洋工磨到天黑，把钱跟干活挂钩，不用拿鞭子抽，他自己就拼命。”一上午时间，像小山一样的蔬菜全处理完了，洗干净的白菜沥干水码在筐里，切好的土豆丝泡在清水盆里，地上扫得干干净净，案板擦得直反光。陈向东检查了一遍，满意地点点头。菜里没一根头发，没一点泥沙。红星机械厂2楼会议室，长桌两边坐满场领导。今天第一食堂公开竞标，谁拿下承包权全看这顿饭。王大彪挺着大肚子坐左边，身后跟着个胖大厨，桌上摆着红烧大肘子、溜肉段、糖醋里脊，盘盘冒着亮油，肉香直往鼻子里钻。陈向东坐右边，面前就放个黑乎乎的大砂锅。王大彪瞅了一眼，指着陈向东大笑说：“姓陈的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大伙来竞标，你弄锅清水煮白菜糊弄厂长，没钱买肉早说啊，我借你2块钱买块猪肉也行啊。”陈向东没搭理他，伸手掀开砂锅盖，一股奇香直接冲出来，满屋的红烧肉味全被盖住。砂锅里的汤清得像白开水，连个油星都看不见，中间握着几颗嫩黄的白菜心。杨厂长刚吃完红烧肘子，正觉得腻，闻到香味直接舀了一碗清汤，一口下肚，他眼睛瞪得溜圆，连着喝了3碗，额头直冒汗，放下碗直拍大腿说：“这汤看着像水，怎么喝着比老母鸡汤还鲜10倍，白菜烂糊入味，绝了！小陈，你这是啥做法？”陈向东笑着说：“厂长，这叫开水白菜，看着清淡，费的功夫大。老母鸡大骨头干贝熬大半天，把鲜味全逼出来，最关键得用鸡胸肉砸成泥，下锅吸附杂质，反复弄3次，汤才能清得像水。大鱼大肉吃多伤胃，就得喝这个解腻。”几个厂领导全围过来抢汤喝，你一勺我一碗，一锅汤连白菜叶子都见了底。王大彪傻眼了，推着自家大厨的胳膊急道：“你傻站着干嘛？赶紧也弄个汤啊！”胖大厨连连摇头，小声嘀咕说：“王老板，这汤没10年8年练不出来，这是真功夫，我弄不了。”杨厂长擦擦嘴，拍桌站起来说：“行了，不用比了，第一食堂以后归陈向东承包。小陈，你要是把工人伙食弄得跟这汤一样用心，咱厂产量绝对能上去。”几个领导全举手同意。王大彪气得脸通红，狠狠瞪了陈向东一眼，一脚踹开椅子摔门走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陈向东拿着合同来到第一食堂后厨，门一推，里头乱七八糟，案板结着厚厚一层油泥，地上全是烂菜叶，4、5个老厨师围在桌边打扑克，嘴里叼着烟，烟灰直接掉进旁边的面盆里。最里头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正拿着漏斗，把公家的大桶香油往自己的玻璃瓶里倒。胖子叫刘大头，是食堂的老油条，他斜眼看陈向东，手里漏斗停都没停。刘大头说：“哟，
这就是新来的承包老板吧？咱们都是厂里正式工，端的是铁饭碗，你承包你的，咱们干咱们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旁边几个打牌的也跟着起哄，说就是小年轻别想管咱们，你算老几啊？陈向东沉着脸走过去，一巴掌拍在桌上，震得扑克牌掉一地。他一把夺过刘大头手里的香油瓶，砰的重重砸在案板上，玻璃碴子碎一地，香油流得到处都是。刘大头火了，撸起袖子指着陈向东骂，说你找死是不是？敢砸老子的东西！陈向东指着他鼻子，声音更大，说那是老子的香油，公家的东西往自己兜里装，这叫偷。现在食堂我承包了，合同写得清清楚楚，人事全交给我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蛋！刘大头不服气，扯着嗓子喊，说你敢开除我？我是正式工。陈向东冷笑，指着门外说，你去问问杨厂长我敢不敢。再废话一句，我现在就叫保卫科来，连你偷东西的事一块算，让你直接进去蹲几年。听到保卫科，刘大头脸色发白，气焰全没。他知道陈向东是厂长跟前的红人，惹不起，只能解下围裙低头跑了。后厨进的吊根针都能听见，剩下几个老厨师烟都吓掉了，赶紧站直身子，大气都不敢喘。陈向东扫了他们一眼，指着脏案板大声说，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混日子，到我这儿铁饭碗就砸了，想留下干活就按我的规矩办。第一，卫生必须搞干净，案板上有一点油污扣1块钱。看几个人吓得直缩脖子，陈向东放缓语气说，不过跟着我干，只要肯出力，钱绝对少不了。以后食堂不拿死工资，底薪照发，外加菜品提成。他走到打饭窗口，拍了拍窗台说，每个窗口放个意见本，工人吃的好给好评，做这菜的厨师多拿2毛钱，月底评比排第一的，我个人掏腰包奖50块钱。听到有钱拿，还是50块巨款，几个老厨师眼睛全亮了，互相看了一眼，赶紧转身拿抹布拼命擦起案板来。自从陈向东接手第一食堂，白天卖得特别好，工人排队打饭能排几10米远。可这天晚上，陈向东留在食堂对账，却发现个大问题，炼钢厂几千号工人3班倒，到了后半夜2、3点，上夜班的工人照样饿得肚子咕咕叫。车间主任老李大半夜跑来找开水，碰见陈向东直倒苦水说，工人说向东啊，你这食堂白天不错，可我们夜班兄弟惨啊，下半夜抡大锤体力消耗大，晚上又没卖吃的，大家只能干啃冷馒头喝凉水，吃完胃里直冒酸水，干活都没劲。陈向东一听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赚钱的机会来了。几千人的夜班，工人手里有钱，就缺一口热乎饭，只要半夜弄点油水足管饱的热饭，钱还不是哗哗往兜里进。说干就干，陈向东当即拍板搞夜宵排档。可食堂大灶晚上得封火，半夜重新生火太费煤，要在外面空地支摊，普通煤球炉子火力又太弱，夜宵无非是炒面炒饭，全靠大火爆炒出味，火不够猛，炒出来就是一锅黏糊糊的面疙瘩，这难不倒陈向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骑3轮车直奔废品站，花2块钱拉回几个废旧大铁桶和一堆厚铁皮，借来铁锤铁剪子。陈向东在后院叮当敲了一下午，他砸掉铁桶底，重新焊上铁条，硬是搞出个新玩意。宋秀云端着凉茶走过来，一脸纳闷，问向东，你弄这破烂干啥？准备打铁啊？陈向东抹了把汗，指着地上的东西说，秀云，这叫聚能防风炉，晚上风大，普通炉子火苗容易散，我给铁桶底下接上风箱，上面用铁皮卷个防风罩，只要一拉风箱，火苗全憋在锅底，火力比大灶还猛。晚上10点，陈向东把炉子搬到后门空地上，点着煤炭，让帮工胖婶拉风箱，呼啦，风一吹，火苗顺着防风罩窜起半米高，蓝红火舌舔着锅底，热浪直扑脸。胖婶吓得往后躲，说我的老天爷，这火真冲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陈向东架上大铁锅，回头冲后厨喊，备菜，今晚不搞精细活，主打猪油肉丝炒面、鸡蛋炒饭、爆炒猪杂。夜班干重体力活，必须重油重盐管饱，一大盆雪白猪油熬好，肉丝、猪杂全摆在案板上，就等工人下工。凌晨2点，炼钢车间里正是人最困最饿的时候，年轻工人小张刚下高炉，饿得头晕眼花，正准备啃冷馒头，一阵霸道的香味顺着风飘进车间，浓烈的葱油香混着酱油爆锅的焦香，直往鼻孔里钻。小张猛吸2口，肚子咕噜噜直叫，问啥味儿啊？谁大半夜炒肉呢？旁边的老工人说好像是第一食堂后门传来的，也坐不住了，几个人扔下干粮，顺着香味拔腿就跑。一到后门，大伙全愣住了，空地上扯着2大灯泡，照得亮堂堂的。陈向东光着膀子，脖子搭条毛巾，正站在那怪炉子前，火光冲天中，他舀起一大勺猪油甩进通红的铁锅，滋啦一声冒起白烟，葱姜蒜末紧跟着下锅，香味瞬间炸开。小张扑到窗口大喊，师傅，来份炒面，快饿死我了。陈向东应了声好嘞，猪油肉丝炒面马上出锅。陈向东抓起一把肉丝滑锅，接着下面条，他手腕猛一发力，沉重的大铁锅在他手里轻巧的像玩具，面条在半空翻滚，酱油顺着锅边淋下，火苗顺势窜进锅里带起一团火光。这可是国宴大厨的颠勺功夫，每根面条都均匀裹上油脂酱汁，根根分明，全靠猛火快炒锁住味道。不到2分钟，一盘冒着热气油亮发红的炒面端上桌，小张抓起筷子顾不上烫嘴，呼噜呼噜直往嘴里扒拉，一口下去，猪油的汁香，肉丝的滑嫩，面条的劲道在嘴里全爆开。小张激动的直拍大腿，说娘哎太好吃了。小张说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炒面。小张说吃完感觉能回去再抡100下大锤。消息瞬间传遍厂区，不到半小时，夜班工人全跑来了，把夜宵摊围得满满当当。有人喊给我来份炒饭，多加个蛋。陈向东应了声好嘞，铁锅翻飞，金黄蛋液裹着米饭在锅里直跳，看得人直咽口水。有人喊爆炒猪杂来1盘，多放辣椒。锅铲声、风箱声、大火呼噜呼噜的吃饭声，把大半夜的厂区搅得热闹极了。更绝的是，这猛火爆炒的香味太霸道，直接飘过厂区砖墙。隔壁是机械厂，也是3班倒。保卫科老赵正打手电筒巡逻，老赵忽然听见围墙那边传来一阵窸窣的动静，老赵大喊谁干什么的，手电一打，只见墙头趴着2、3个黑影，那几个人正撅着屁股从墙头往下跳。老赵大喝一声抓贼啊，冲过去把跑最前面的人死死按在地上，地上的人赶紧抱头求饶，哎呦别打别打，
赵干事，是我2车间的小王。小王求饶。老赵一看气坏了，问小王你小子大半夜翻墙干啥？偷公家东西？小王指着墙那头狂咽口水，说不是啊赵哥，你闻闻这味儿。小王说隔壁钢厂搞了个夜宵摊，那爆炒的味儿香的人直迷糊。小王说他们实在饿得受不了，想翻过去买口吃的。老赵停住手吸了吸鼻子，可不是吗？一股浓郁肉香直往鼻孔里钻，勾得他肚子也跟着叫起来。老赵咽了口唾沫，松开手干咳2声，说翻墙违反纪律知道不？下不为例，赶紧去买，顺便给我带份肉末炒饭，要大份的，多放肉。没过2天，翻墙来吃夜宵的外厂工人越来越多，墙头砖都被踩掉一层。后来机械厂和棉纺厂的工人嫌翻墙麻烦，干脆凑钱让人提着大铁桶，每天半夜在墙头交易，统一打饭回去分。第一食堂的夜宵排档彻底火了，每天晚上10点干到凌晨4点，陈向东的大铁锅就没停过。他又提拔俩机灵学徒专门切菜备料，自己死盯火候炒菜。早上收摊，陈向东和宋秀云坐在后厨算账，桌上零钱堆得像小山包。宋秀云数钱的手指抖，眼圈都红了。光这一晚上的纯利润就顶普通工人干小半年。宋秀云抬头看着自家男人，说向东，咱这一晚上的流水比以前卖3天盒饭还多。宋秀云抬头看着自家男人，陈向东灌了口凉开水，抹抹嘴笑道，夜班工人辛苦，咱拿手艺换辛苦钱，挣得踏实。往后这夜宵摊就是咱们的大金矿。陈向东的营收直接翻了3倍。进了6月，天热得像下火，第一食堂后厨几口大铁锅烧着，热得像蒸笼，帮厨们光膀子干活，汗直往下掉。宋秀云端着盆肉丝走过来，眉头皱得死紧，心疼的喊向东快看，这肉早上刚送来，才放1上午就发黏，都有酸味了。陈向东凑近一闻，确实有股馊味，他没废话，端起大铁盆走到后院干水桶边，哗啦全倒了进去。宋秀云急得直拍大腿，说哎呦你倒他干啥？洗用重料炒也能对付啊？那可都是钱。陈向东板起脸说秀云，大热天吃坏肚子谁负责？好不容易攒的口碑不能砸在酸肉上，坏了一口都不能给人吃。学徒擦着汗小声嘀咕，天越来越热，总不能天天扔菜吧？陈向东洗了把手说，既然天热，咱们就自己造个凉快地方。陈向东叫上几个壮士帮厨清空后院杂物间，要弄个土冷库。大伙搞不明白，冷库得用大机器，破食堂怎么造？陈向东直接安排拿废旧铁管凿出一排细眼，架在门框和窗户顶上，说找几条最厚的粗麻袋洗干净，挂铁管下面，麻袋挂好，铁管接上水龙头，水一开，顺着细眼滴答流下，麻袋全湿了。陈向东指着门口说，去把后厨最大的排风扇搬来，对着湿麻袋吹。风扇一开，呼呼吹过湿麻袋，带起水汽。没几分钟，杂物间温度往下掉。宋秀云走进去眼睛亮了，说哎呀这里头怎么这么凉快，跟外头是2季节。帮厨们也挤进去试，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帮厨们问陈师傅，你这使的啥法术？挂破麻袋就能降温？陈向东拍拍手上的灰，笑道，水变气把热气吸走了，风一吹自然凉快，以后精细菜和鲜肉全放着，光上面凉快不够。陈向东又带人在角落挖了2米深的地窖，四周铺红砖盖厚木板，专门放土豆白菜这些大件，保鲜解决了。陈向东又盯上送货源头，平时送菜的2道贩子大中午才推车来，菜晒得发蔫，送来的肉冒着热气，分量还常常不足。第2天一大早，陈向东骑3轮车直奔城郊，敲开种菜大户老李头的门。老李头正抽旱烟，陈向东直接开口说，李叔，你家地里的菜和亲戚家杀的猪我全包了。老李头手一抖，问全包？你开玩笑吧？陈向东拉过板凳坐下说，我是第一食堂承包人，一天几百斤菜轻松用完，钱按市价1分不少，当场结清。陈向东说，我有个条件，不要中午的菜，每天凌晨3点，菜必须带着露水刚摘，肉必须半夜刚杀，直接给我送食堂后厨，能干不？老李头猛拍大腿说能干，半夜凉快菜水里，绕开2道贩子我多赚钱，出点业力气算啥？2人当场拍板，从此第一食堂食材全变凌晨直达，菜叶绿油油掐得出水，猪肉红润紧实，送来直接进降温室和地窖。进了7月3伏天发威，天热得让人心烦，场外小吃摊没地方存菜，肉放半天就变味，摊贩加重料把酸肉炒了卖。中午下班铃一响，几个工人捂着肚子往厕所冲，工人们骂外头炒面摊真黑心，肉臭了还敢卖。工人们说第2食堂也好不到哪去，青椒炒肉全是酸的。老李气得把盘子摔大饭窗口了。大热天工人们不敢随便吃东西了，工人们说走去第一食堂看看，陈师傅手艺好。几个工人一起往第一食堂走，刚到门口，一股凉风夹着饭菜香扑面而来。进门一看，打饭窗口早排起长队，窗口摆着一溜大铁盆，最显眼的是一大桶冰镇绿豆汤，桶壁挂着水珠冒凉气，旁边凉拌黄瓜绿油油脆生，肉末烧茄子油亮鲜香，凉拌猪耳朵透亮没杂味。老赵咽了口唾沫，递上饭盒，说陈师傅来份凉拌猪耳朵，拍黄瓜，打2勺绿豆汤。陈向东手脚麻利打好饭菜，老赵找空位坐下，夹起猪耳朵塞嘴里，脆骨咯嘣响，肉皮软糯透着蒜香，又喝一大口绿豆汤，冰凉下肚，暑气全消。老赵一拍大腿大喊，神了，大热天别家菜都馊了，陈师傅这儿的菜怎么这么新鲜，吃着真舒坦。工人们跟着点头，大口猛吃直呼过瘾。工人们说还是第一食堂靠谱，菜水灵的像刚摘的。工人们说以后大热天就认准陈师傅这儿。宋秀云看工人们吃得欢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晚上收摊算账，宋秀云数着钱手指抖，说向东，今天中午流水比昨天还多30块，别的食堂没人去，全跑咱们这来了。陈向东擦了把汗，灌了口凉白开，笑了笑。第一食堂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，打饭队伍天天排到大马路上。晚上收摊，宋秀云边用力擦桌子边发愁，说向东，咱生意是好，可我心里总不踏实。王大彪被咱挤走，承包权也没了，他那人在厂里霸道惯了，能咽下这口气，我怕他暗地里给咱使绊子。陈向东把大铁锅倒扣在灶台上，抓起毛巾擦手，冷笑一声，说他咽不下去也得咽。媳妇你把心放肚子里，他王大彪要是敢来明的，我当面抽他。
他要是敢来阴的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这2天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他往坑里跳呢。宋秀云听得一头雾水，陈向东催他赶紧洗手睡觉。陈向东早防着王大彪这号地头蛇了。白天，他把退伍兵大柱叫到一边，塞了2包大前门，两人钻进粮库，在大铁门后头做了个小机关。他们扯了几道极细的透明鱼线，一头拴门轴上，另一头连着10几个空氧铁罐头盒，盒里装满碎铁钉和玻璃碴，用绳子高悬在门框顶上。只要铁门从外面推开一条缝，这10几个罐头盒就会直接砸下来，动静能把半个厂区吵醒。大柱还带了俩壮汉兄弟，晚上不回家，直接睡粮库旁杂物间，3人合一躺着，攥着手电筒和粗木棍，竖着耳朵听外头动静。夜里2点半，机械厂黑灯瞎火，静的只剩虫子叫。王大彪穿身黑布褂子，贴着墙根偷偷往第一食堂后院摸，他手里拎个破尿素袋，袋口直往外冒腥臭味，袋里装了10几只死老鼠，都是花钱雇小孩打来的。太阳下晒了2天，早生了蛆，除了死老鼠，还有3玻璃瓶从臭水沟舀来的黑泥水。王大彪咬着后槽牙，盯着粮库大铁门，恶狠狠朝地上啐了口浓痰。王大彪骂到陈向东：“你他娘的敢抢老子的饭碗！今天老子就把这堆死耗子扔进你家米面袋子里，再把这臭水浇在你的菜叶子上。明天只要吃倒下几个人，你这第一食堂就得关门大吉。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嘚瑟！”他越想越得意，满脑子都是陈向东被抓，宋秀云跪地求他的画面。他摸到大铁门前，确定四周没人，掏出一根弯折的粗铁丝，顺着锁眼捅进去。这老铜锁的脾气他摸得透透的，鼓捣不到半分钟，咔嗒一声锁开了。王大彪嘴角咧开，扯下锁头，轻轻推开大铁门，门轴吱呀一响，他抬脚就往里迈，脚刚落地，脚踝就碰到了极细的线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头顶劈头盖脸砸下一阵巨响，哐当稀里哗啦砰砰砰，10几个装满碎铁钉和玻璃碴的罐头盒，像下冰雹一样砸在铁门和水泥地上，碎铁钉乱蹦，金属碰撞声在夜里比放2踢脚还响。王大彪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头皮发麻，手一抖，尿素袋直接掉在地上。王大彪大叫一声：“哎呦我去！”转头想跑，旁边杂物间传出一声暴喝：“站住干什么的！”紧接着砰的一声，木门被一脚踹碎，3道刺眼的手电光直直打在王大彪脸上，刺得他睁不开眼，只能捂着脸瞎退。大柱大吼一声：“别动，再动腿给你打折扑上去！”大柱是侦察兵退伍，身手利落，他一个箭步冲到跟前，反手抓住王大彪的粗胳膊往后狠拧，右腿对着他膝盖弯就是一脚，扑通一声闷响，200多斤的王大彪结结实实跪在水泥地上，裤子都磕破了。王大彪疼得眼泪鼻涕直流，整张脸都扭曲变形，扯着嗓子嚎道：“哎呦疼疼疼，断了断了，大兄弟轻点！”一阵脚步声传来，陈向东披着外套，嘴里叼着烟，拿手电筒不紧不慢走到王大彪跟前，手电光照在破尿素袋上，袋口散开，几只长满绿头苍蝇的死老鼠滚出来，旁边是几瓶发黑的脏水，一股腐臭气味直冲脑门，令人作呕。陈向东盯着地上的东西，冷笑一声说：“王大彪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我粮库来送礼啊？这里挺别致啊，还带响的。”王大彪趴在地上看清是陈向东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完了，但他还扯着嗓子狡辩道：“陈向东，你别瞎说，我就是路过，这袋子不是我的，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扔这儿的，我刚好踩到了。”陈向东上前一步，一脚踩在尿素袋上，眼神冷得像刀子。陈向东问：“路过能路过到我粮库的铁门里头？”路过手里还捏着撬锁的铁丝。陈向东手电筒一晃，直直照着王大彪手里没来得及扔的铁丝。王大彪脸全白了，嘴唇直哆嗦，半天憋不出一个字。陈向东说：“你这点下三滥的招数，我早算准了。”然后蹲下身拍了拍王大彪的肥脸，说：“你丢了食堂承包权，心里肯定不服气。你这人没啥大本事，就爱搞这些见不得光的脏手段。我这叫请君入瓮，懂吗？”大柱在后面手上加了把劲，疼得王大彪杀猪一样叫，喊陈老板：“陈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你放我一马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陈向东站起身，声音大的整个后院都能听见，说：“放你一马？你往粮库里扔死老鼠，明天要是工人们吃出了毛病，谁放我一马？谁放那些工人一马？你这是想害命！”动静太大，早就惊动了保卫科和附近工人。没一会儿，保卫科科长带着4、5个带袖章的干事打着手电火急火燎跑过来，后面跟着10几个披衣服看热闹的工人。科长气喘吁吁喊：“怎么回事？谁在这闹事？”陈向东转过身，指着地上的死老鼠、撬锁工具和王大彪说：“科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人半夜撬我们食堂粮库的锁，想往粮食里扔死耗子下毒，东西都在这摆着，连人带物抓了个现行。”科长拿手电一照，看清地上的恶心玩意儿和王大彪的脸，气得脸都绿了。工人们看清死老鼠，全炸了锅。有人呸了一声说：“这王大彪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往咱们吃的粮食里扔死老鼠。”有人说：“陈师傅白天给咱们做那么好吃的饭菜，这王八蛋半夜来下毒，这要是明天没发现，咱们吃了不得进医院啊，这是杀人啊！”有人喊：“打死这个黑心肝的王八蛋！”几个脾气火爆的工人冲上去要踹王大彪，被保卫干事死死拦住。科长骂王大彪说：“你他娘的胆子也太肥了，敢在厂子里搞投毒破坏！”然后一挥手说：“把他给我捆起来。”几个保卫干事冲上去掏出粗麻绳，3下5除2把王大彪捆成个粽子。王大彪瘫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铁证如山，他直接被扭送公安局。王大彪被抓走后，第一食堂彻底清静了，工人们每天下班都往食堂跑，生怕抢不到陈向东做的饭菜。这天上午10点多，后厨正忙着备菜，陈向东刚把大棒骨扔进汤锅，就听见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厂长跟火烧屁股似的冲进后厨，进门就扶着门框大口喘粗气喊：“向东停手，快停手，出大事了！”陈向东放下汤勺擦了擦手，问厂长：“天塌下来了？”
急成这样。厂长急得直跺脚，一把拉住他胳膊说：“省里的大领导下来视察了，本来安排去市里最好的招待所吃饭，结果领导脾气倔，死活不去，非要来咱们第一食堂跟工人们一起吃工作餐，你说这可咋整？”陈向东乐了说：“这是好事啊，说明领导接地气，想看看咱们工人平时吃啥，咱们照常做就行了呗。”厂长急得脸红脖子粗，骂道：“你懂个屁！那可是省里的大领导，平时吃惯了好东西，真得吃大白菜炖粉条，领导吃得下吗？万一觉得咱们厂子不行，明年的经费和指标全得泡汤。”厂长压低声音说：“向东啊，你赶紧去库房，把咱们过年留着的那点好干货全拿出来，什么海参、干贝，全给泡上，切得碎碎的，混在菜里，别让人看出来就行，赶紧的。”陈向东直接摇头说：“厂长，这是绝对不行。”厂长急眼了，问：“咋不行？我都抵。”陈向东说：“领导既然点名要吃食堂，就是想看咱们的真实情况。”陈向东盯着厂长说：“你要是弄一锅海参干贝，人家一口吃出来，那叫糊弄人，到时候领导一拍桌子走人，你这厂长还干不干了？”厂长拿袖子直擦汗，问：“那你说咋办？真给领导吃白菜土豆，那也太寒酸了，我这脸往哪搁？”陈向东转身走回案板前说：“就做普通的4菜一汤，回锅肉、麻婆豆腐、清炒时蔬、干煸豆角，再配个西红柿鸡蛋汤。”厂长急得跳脚说：“不就是平时工人们吃的菜吗？拿这个招待省领导，你疯了？”陈向东拿起菜刀说：“普通的猪肉豆腐，我照样能给您做出国宴的水平，您就踏实回大厅等着陪客吧。”厂长咬了咬牙，跺着脚出去了。陈向东转过身，开始展现他上一世练就的国宴技刀功。他挑了一块肥瘦刚好的五花肉，放进锅里煮到7分熟，捞出放凉，接着拿起大菜刀，刀光闪动，案板上一阵极快极密的嘟声，巴掌大的五花肉硬生生被他切成几十片，每一片都跟纸一样薄，大小厚薄完全一样，对着窗户光都能透亮，连肉皮都连得结结实实。旁边的帮厨看的眼睛都直了。接着是火候，陈向东把大铁锅烧热，倒进1勺底油，伸手在锅面上方试了试温度。陈向东说了声6成热，下肉，切好的肉片往锅里一倒，滋啦一声，肉片在热油里迅速收缩，边缘卷起变成小碗形状。这是回锅肉最关键的一步，灯掌握全靠油温把控。紧接着他挖了一大勺秘制豆瓣酱扔进锅里，火苗往上一窜，红油瞬间熬出，霸道的辣香味顺着排风扇直接飘到食堂外面。另一边麻婆豆腐也下锅了，嫩豆腐提前用淡盐水焯过去掉豆腥味。陈向东把牛肉末炒的酥香，倒进豆腐加高汤咕嘟咕嘟炖。出锅前他分3次淋入水淀粉，第1次勾芡锁住味道，第2次让汤汁挂在豆腐上，第3次让整盘菜亮闪闪的，最后撒上一把蟹末花椒面，1勺滚烫的热油往上一泼，滋啦麻辣烫香的味道直接在后厨炸开，几个帮厨闻着味儿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中午12点，省领导一行人走进了第一食堂，领导穿着朴素的蓝布衣服，拒绝开小灶，直接在大厅找了张大圆桌坐下，周围全是拿着饭盒的工人。宋秀云端着几个大号搪瓷盆走过来，把菜摆在桌上。领导低头一看，还真是普普通通的4菜一汤，拿食堂打饭的盆装着。领导脸色缓和不少，对厂长点点头，说：“老李啊，你这回没搞那些假模假式的排场，挺好，咱们今天就吃工人们平时吃的伙食。”厂长紧张的直搓手，后背全汗湿透了，干笑着点头。领导拿起筷子，夹了一片回锅肉放进嘴里，刚嚼2下，拿筷子的手就停住了，眼睛一下亮了。这肉片外皮焦脆，里头的肥肉一进嘴就化开了，一点都不腻人。瘦肉吸满了红油和酱香，越嚼越香，辣味不呛嗓子，把猪肉的鲜甜全勾了出来，搭配的蒜苗清脆爽口。领导没说话，筷子直接伸向麻婆豆腐，挖了一大勺拌在白米饭里，呼噜扒了一大口，又烫又麻的感觉在舌尖上跳舞，豆腐嫩的顺着喉咙滑进肚子里，牛肉末嚼着满口爆香。领导重重一拍桌子，大喊了一声好，这一下把旁边的厂长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差点从长凳上滑下去。领导顾不上说话，端起饭碗大口扒饭，吃完豆腐又加了一筷子干煸豆角，干香里透着蔬菜的清甜。其他干部看领导吃得香，也赶紧动筷子，全桌人停不下来了，筷子在几个搪瓷盆里上下翻飞，一盆饭4盆菜，不到20分钟吃得干干净净。有个干部干脆拿白面馒头把装麻婆豆腐的盆底汤汁全蘸着刮干净了。领导放下筷子，拿手帕擦了擦脑门上的热汗，脸庞红扑扑的。领导转头对厂长说：“把做饭的师傅叫过来。”厂长心里大石头落地，赶紧往后厨跑，把陈向东拉了出来。陈向东解下围裙走到桌前，不怂也不巴结的打了个招呼。领导瞅着这个年轻小伙子，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手艺绝了，普普通通的回锅肉和豆腐，硬是让你做出了国宴的味道，这才是真正给咱们工人兄弟做饭的好把式。”厂长在旁边乐得嘴都合不拢，腰杆挺得笔直。领导站起身，看着食堂里正在吃饭的工人们，大声说道：“今天这顿饭吃得好，吃得明白，咱们搞生产的就得踏踏实实，像这菜一样，不搞花架子，凭真本事出味道。”省领导转头对着随行干部一挥手，说：“回去就发个通知，全省重工业系统的食堂都得向陈师傅学习。”等省领导的红旗轿车刚开出大院，第一机械厂是纺织厂，红星钢铁厂的3个厂长就一窝蜂把陈向东围住了。机械厂赵厂长是个急脾气，一把死死攥住陈向东的手腕，说：“陈师傅，刚才领导的话我们可都听见了，你这手艺绝不能光给他们厂吃独食。我们机械厂8000多号工人，天天啃干馒头咽白菜汤，大伙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，你必须来我们厂包食堂。”纺织厂李厂长是个女同志，急得直跺脚，挤上前大声喊，说：“老赵你往后稍稍，我们厂女工多，干的都是精细活，更得吃口热乎顺口的。陈师傅，你先来我们纺织厂，条件随便你开。”钢铁厂孙厂长个子最高，嗓门跟打雷似的，一把推开前头2人，都别争了，我们炼钢的在炉子跟前烤1天，流的汗比你们喝的水都多，体力消耗最大，陈师傅必须先顾我们钢铁厂。3个大厂长在食堂门口吵得脸红脖子粗，谁也不让谁。陈向东看着这3双急得冒绿光的眼睛，心里乐开花，脸上却稳得很。他挣开赵厂长的手，拍了拍身上的围裙，
笑着说：“三位厂长，大伙儿都是为了工人兄弟能吃口好饭，别伤和气。只要你们信得过我陈向东，这3个厂的食堂我全接了。”3个厂长当场愣住，3家加起来快2万人，这胃口也太大了。陈向东没给他们犹豫的时间，当天下午就带着拟好的承包合同，挨个敲开3位厂长办公室的门，红印泥一按，3份合同装进口袋。陈向东1天之内连下全市3大厂食堂，摊子铺得太大，隐患立马显现。陈向东手底下虽然带了4个徒弟，但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4大厂加起来2万多张嘴，每天中午那顿饭就是打仗。接手第3天，机械厂食堂就炸锅了。这炒的什么猪食？酷咸，还说是什么国宴手艺，骗鬼呢！一个满脸黑油泥的钳工师傅，重重把铝饭盒摔在打饭窗口的不锈钢台面上，菜汤四溅，溅了打饭阿姨一身。后面排队的几十个工人跟着起哄，敲着饭盒大喊：“就是昨天那回锅肉还挺香，今天这肉片老的跟鞋底子似的，咬都咬不动，退饭票！”负责机械厂食堂的2徒弟柱子急得满头大汗，他拿着大铁勺站在大锅前，手忙脚乱，脸憋得通红。大伙别急，我火候没掌握好，我重炒个屁！下午还得赶进度呢，谁有功夫等你？工人们火气越来越大，眼看就要砸场子。接到消息的陈向东蹬着28大杠一路狂奔赶到现场，他推开人群，大步走进后厨，拿起一双干净筷子，夹起盆里的一片回锅肉放进嘴里，嚼了2下。陈向东眉头一皱，直接把肉吐进泔水桶。肉炒得太老，水分全干了，豆瓣酱挖多了，死咸，味精没化开，吃在嘴里一股怪味。这哪是绝味盒饭，这就是砸招牌。陈向东没废话，当场给闹事的工人退了双倍饭票，好说歹说把人劝走。后厨里，柱子低着头靠在墙根，眼眶通红，声音发颤：“师傅，我真尽力了。几千人的大锅菜，锅太沉，我一紧张，盐放多少全忘了，全凭感觉瞎抓，我对不起你。”陈向东拍了拍柱子的肩膀，没发火，他心里清楚，中餐最大的痛点就是太依赖厨师的个人经验，换个人，换口锅，换个心情，炒出来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。想把餐饮做大，靠传统的师徒口口相传根本行不通，必须上现代化管理。当天晚上，陈向东把宋秀云和4个徒弟全叫到家里开会。宋秀云看着陈向东熬得通红的眼睛，心疼地端上一杯热茶：“向东，实在不行咱们退2个厂吧，钱是赚不完的，咱俩这身子骨扛不住这么熬啊。”陈向东喝了口热茶，眼神反而更透亮了，问退。吃到嘴里的肉哪有吐出去的道理？人手不够，品控不稳，咱们就换个搞法。第2天一早，陈向东直接拍出500块钱，租下厂区外面一个废弃的旧粮仓，他又拖街道办，招了50个手脚麻利的下岗女工。从今天起，4大厂食堂取消各自的切菜、洗菜环节，所有食材全部拉到这个仓库集中处理。陈向东站在旧粮仓中央，大声定下规矩：洗菜池连夜砌了10几个，大案板一字排开，50个女工分工明确，流水线作业。洗土豆的只管洗，削皮的只管削，切肉的只管切。切好的菜装进大号塑料筐，按每锅的分量精准称重，解决了备菜最核心的调味问题还没解决。陈向东把自己关在单独的小屋里，整整熬了2天2夜。他托人买了一台医用级别的精准小天平秤，他要把脑子里的配方全部变成傻瓜式操作。盐多少克，酱油多少毫升，八角几粒，花椒几钱。陈向东拿着小秤，一点点称量，配好后装进一个个透明小塑料袋里，用蜡烛烧热锯条封口。1号调料包专做回锅肉，2号调料包专炒酸辣土豆丝。陈向东指着桌上堆成小山的几百个料包，对徒弟们说：“徒弟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见过做菜还能这么搞。柱子，你来试。”陈向东把一筐切好的净料五花肉和1包1号调料递过去，听我口令，热锅凉油，下肉片，炒到肉片打卷出油，直接撕开1号调料包倒进去，翻炒15下，出锅。陈向东站在旁边掐着秒表下指令，柱子深吸一口气，照做。刺啦一声，调料入锅的瞬间，浓郁的酱香混合着肉香冲天而起，菜装进搪瓷盆，几个徒弟抢着拿筷子尝了一口，眼睛瞬间瞪得溜圆。神了，这味道跟师傅亲手炒的大差不差。柱子激动的直拍大腿，连连惊呼。陈向东笑了，有了标准化调料包，哪怕是个只会颠勺的半吊子，也能炒出好味道。中央厨房全速运转起来，每天凌晨4点，10几辆3轮车排成编队，准时从旧粮仓出发，一筐筐切配好的净菜和一箱箱按需配好的调料包，被稳稳当当运往4大厂食堂。中午11点半，下工铃声一响，2万多名工人涌入各自的食堂，打饭窗口前排起长龙，热气腾腾的大锅菜端出来，香飘10里。不管是在机械厂还是纺织厂，工人们吃到的回锅肉都是一样的咸香带辣，肉片薄厚均匀，土豆丝都是一样的爽脆酸甜，根根分明。这陈师傅真有本事，咱们厂的饭菜终于跟第一食堂一个味了。工人们蹲在树底下，扒拉着饭盒吃的满嘴流油，直夸好吃。退餐的事再没发生过，4个食堂的饭票每天像雪片一样飞进陈向东的口袋。晚上回到家，宋秀云把4个大帆布袋子倒在炕上，花花绿绿的饭票和毛票堆成一座小山。他每天晚上数钱数到半夜，手指头都数酸了，脸上却笑出了一朵花。一个横跨全市工业区的快餐帝国算是立起来了，每天流水高达数万元。这天中午，陈向东正在第一食堂后厨查账，8级钳工老李端着铝饭盒，愁眉苦脸的凑过来递烟说：“陈老板，你这食堂的手艺没得挑，天天吃都不腻，可我这心里憋屈啊。”老李叹口气，猛抽一口烟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陈向东接过烟夹在耳朵上，笑着问李叔：“这是遇上啥难事了？”老李说：“我儿子下周结婚，女方家里要求摆几桌体面酒席，我总不能把亲家拉到食堂吃大锅菜吧？”老李拍着大腿抱怨说：“昨天我带他们去市里红星国营饭店试菜，好家伙，那服务员拿鼻孔看人，
盘子往桌上重重一摔，汤溅我一身，跟欠他钱似的。菜炒的还没你一半好吃，死贵死贵的，气得我一宿没睡着。陈向东听完，眼睛一眯，心里有了算盘。现在老百姓手里有闲钱，下馆子不是稀罕事，光卖大锅菜挣不到大钱，工人们要体面，有钱人要排场，他得往高处走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向东拉着柱子直奔市中心最繁华的十字路口，一栋闲置的3层红砖小楼临街立着，位置绝佳。他二话不说，掏出厚厚一沓现金拍在房管所桌上，直接长租下来。大红牌匾连夜赶制挂上楼顶，丰登大酒楼。半个月后，酒楼装修完工，一楼大厅宽敞明亮，几十张大圆桌铺着白桌布，2楼3楼隔成私密包间，地上铺红地毯，头顶挂着亮闪闪的水晶灯。这阵仗在全市绝对是头一份。开业前一天下午，对面红星饭店的李经理背着手溜达过来，他梳着大背头，手里端着印红字的搪瓷茶缸，身后跟着俩胖厨子，一脸不服。李经理说：“我说陈老板，你一个承包食堂做大锅菜的，跑到市中心装什么大尾巴狼？”李经理站在台阶下往地上啐了一口，撇着嘴说：“这3层楼租金可不便宜，你卖多少盒饭才能挣回来？别到时候赔得连裤衩都不剩，大半夜卷铺盖跑路。”陈向东正指挥工人抬椅子，听见这话冷笑一声，拍拍手上的灰，走上前说：“李经理管得够宽的，我这酒楼1楼走平价大锅菜，让老百姓吃得起；2楼3楼做精品国宴，让有钱人吃得爽。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操哪门子心？”李经理像听了天大的笑话，笑得茶缸子里的水都洒出来。身后俩胖厨子也跟着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国宴就凭你个泥腿子，你见过国宴长啥样吗？你当炒土豆丝就是国宴了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明天怎么开张。要是能撑过1个月，我把这茶缸子嚼碎了咽下去。”陈向东没搭理他，转身冲后厨喊了一嗓子，说：“柱子，把咱备好的试吃菜端出来，晾在门口，让李经理长长见识。”柱子大声应下，跑进后厨，端着大砂锅走到门口，猛地掀开盖子，一股浓郁的肉香混着药膳味冲天而起，霸道的钻进大伙鼻子里。路过的人纷纷停下脚步，直咽口水。李经理闻到这味儿，脸上的冷笑直接僵住。他也是干餐饮的，一闻就知道这火候配料绝不是一般人能弄出来的。他脸色一变，冷哼一声，带着俩厨子灰溜溜的走了。开业当天吉时一到，8万响的挂鞭噼里啪啦一通炸，硝烟没散，酒楼门口已经围满人，挤得连个落脚地都没有，整条街全堵死了。老李带着几十个工友来捧场，市里不少老板也闻风过来看热闹。陈向东搬个长条凳站上去，举着铁皮大喇叭喊话：“各位街坊，各位工友，今天丰登大酒楼开张，1楼大厅1荤2素只要1块钱，米饭管够。”人群炸锅了，这价格比国营饭店便宜1半还多，大伙眼冒绿光，恨不得马上冲进去抢座。没等大家动弹，陈向东喇叭一转，抛出重磅炸弹：“今天本酒楼推出贵宾储值卡，往卡里存100块，我送你20块；存500块，直接送100，外加2楼包间终身免排队特权。”这话一出，全场安静3秒。80年代的人哪听过充值赠送这种套路？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第一个掏钱。对面的李经理站在台阶上看笑话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大伙别上当，他这就是骗钱跑路，哪有白送钱的买卖？钱交给他，明天人就找不着了。”陈向东不慌不忙，冲后厨一招手，一排穿白大褂的服务员端着托盘走出来，托盘里放着一盅盅清澈见底的汤，汤里飘着一颗雕成莲花状的白菜，国宴名菜开水白菜。这汤用老母鸡、老鸭、火腿熬了10几个小时，再用鸡肉蓉吸附杂质，看着像白开水，喝起来鲜掉眉毛。今天凡是办卡的，免费送1盅尝鲜。陈向东大声宣布。机械厂杨厂长正好路过，挤进人群，端起1盅尝了一口，刚喝一小口，杨厂长眼睛猛地瞪圆，这汤看着像白开水，喝进嘴里却鲜得浑身打激灵，鸡肉、猪肉和干贝的香味全融在里头，舌头都要吞下去了。好烫，真是鲜得咬舌头，给我办1张500的卡。杨厂长扯着嗓子大喊，掏出厚厚一沓大团结拍在桌上，有厂长带头，加上那股子要命的香味，人群彻底疯狂了。给我办100的，我办300，2楼包间给我留1个，我明天要请客。别急，我先交钱的，谁踩我鞋了？收银台前立马排起长龙，一沓沓大团结飞进收银箱，收银员点钱点得手都快冒烟了。李经理站在对面，眼珠子都快瞪掉地上，他手一哆嗦，搪瓷茶缸掉在地上摔掉1块7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饭还能这么卖，钱还能这么抢。1楼大厅坐得满满当当，连过道都加了小马扎，后厨炒勺抡得冒火星子，柱子带着10几个帮厨切菜配菜，忙得满头大汗，上菜的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。2楼3楼的包间更是被市里的有钱老板全包圆了，陈向东亲自上灶，九转大肠、葱烧海参、松鼠桂鱼，几道考验火候和刀工的硬菜端上桌，吃的那些大老板连连竖大拇指，直呼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地道的菜，这卡办得太值了。晚上打烊，卷帘门一拉，宋秀云坐在账房里，面前桌子上堆满钞票，大团结5块的、1块的，堆成一座小山。他拉着出纳员数钱，手指头都数抽筋了，账本上的数字越滚越大。宋秀云说：“向东，咱今天一天光办卡收的钱就有10万块。”宋秀云声音都在发抖，眼眶发红，死死抓着陈向东的胳膊。陈向东靠在门框上点起一根烟，吐出一口烟圈，转头看向窗外繁华的夜景。大年30，外头下着大雪，风刮在脸上生疼，可丰登大酒楼顶楼的特大包间里暖气烧得烫手，玻璃窗上全是水汽。宋秀云坐在真皮沙发上，裹着黑亮的貂皮大衣，脸颊红润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他怀里抱着刚满100天的白胖儿子，拿拨浪鼓一逗，穿着红棉袄的小家伙就咧着没长牙的嘴咯咯傻乐。楼下后厨炉火烧得正旺，今天是除夕，酒楼不营业。陈向东没让手下掌勺，亲自系上白围裙站上灶台，专门给跟着自己打天下的老兄弟们做年夜饭。案板上躺着条5斤重的大鲤鱼，陈向东手里菜刀切得飞快，手腕一抖，刀尖贴着鱼骨划过，几下就把鱼肉片成了麦穗样。起锅烧油，油锅一冒青烟，他
他拎着鱼尾巴往锅里一划，刺啦一声，热油翻滚，鱼肉立马定型，炸得又黄又脆。他另一只手抓起炒勺，往旁边锅里加白糖和陈醋，熬出浓稠发亮的糖醋汁，一勺热汁浇在炸好的鲤鱼上，香味顺着排风扇直往外飘。陈向东喊了一嗓子糖醋鲤鱼，年年有余。出锅，端着大盘子大步上楼。包间的大圆桌上早摆满了红烧肘子、葱烧海参等硬菜。柱子带着10几个最早跟着陈向东卖盒饭的兄弟，正围在桌边咽口水。他们今天全换上了新呢子大衣，踩着亮皮鞋，头发全往后梳，抹得锃亮。谁能想到几个月前，他们还是兜里掏不出2毛钱的穷光蛋。陈向东推门进来，把糖醋鲤鱼搁在桌子正中，解下围裙往椅背上一搭，拉开主位坐下。柱子带头，10几个汉子站直身子，扯着嗓子喊东哥。陈向东摆摆手说都坐下，今天是大年30，没老板没员工，全是自家兄弟，放开肚子吃，敞开量喝。大伙这才坐下，抓起筷子甩开腮帮子猛吃。陈向东的手艺，平时大老板花几百块都未必吃得上，这帮兄弟吃得满嘴油，直竖大拇指。喝到一半，桌上倒了7、8个空酒瓶，陈向东点起一根烟抽了一口，转头冲沙发上的宋秀云使了个眼色。宋秀云把熟睡的儿子放进婴儿车，转身从柜子里拎出一个塞得满满的红帆布包，走到圆桌旁往转盘上一扔，拉链一开，里面全是码得齐齐整整的大团结，红艳艳的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，兄弟们嘴里嚼着肉，眼睛全盯着那堆钱发直，筷子掉桌上都没人捡。陈向东吐出烟圈，把烟头摁灭，说今年大伙跟着我陈向东没少吃苦，大冬天推着板车在厂区门口挨冻，跟保卫科那帮人干架，夏天顶着大太阳去乡下收菜。他指着桌上的钱说当初说过，跟着他干，保准让你们吃上肉，今天过年咱们分肉。他拿起一捆钱往桌上一拍，喊了声柱子。柱子吓了一跳，赶紧站起来，手在裤腿上拼命蹭油。陈向东抓起3捆钱直接扔进柱子怀里，说这是3000块，你的年终奖，拿回去，明年开春在市里买套大房子，热热闹闹娶个媳妇。柱子抱着钱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3000块，他当学徒工时1个月才28块，这钱他不吃不喝干10年都攒不够。柱子眼眶红了，声音发哑说，东哥，这也太多了，我就切切菜跑跑腿，哪值这么多钱。陈向东瞪起眼说，当初王大彪带人砸摊子，是你挡在我前面挨了一棍子，这钱是你拿命拼出来的，拿着。柱子死死抱住钱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说不出话来。陈向东喊大强2000，二狗2000。陈向东念一个名字就往外扔2捆钱，10几个兄弟个个手里都捧着厚厚的钞票，这帮糙汉子现在全哭得稀里哗啦，用袖子抹着眼泪，看着手里的钱跟做梦一样。几个月前他们还为一顿饭发愁，被王大彪那帮地头蛇欺负，现在王大彪投毒被抓蹲了几年，他们却坐在全市最豪华的酒楼里拿着几千块巨款。柱子猛地转身抓起倒满白酒的分酒器，举杯大喊，东哥嫂子，我柱子没文化，不会说漂亮话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东哥的，这杯酒我干了。说完他一仰脖，半斤多高度白酒直接灌进喉咙。大强和二狗也抓起酒杯一口干了，喊着东哥干了。10几个汉子一起举杯仰头灌酒。宋秀云站在陈向东身后，看着这群满脸通红的汉子，又看看空了的帆布包，眼眶发酸。1年多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陈向东还是个啥也不是的混混，天天被债主踹门，现在他成了全省闻名的餐饮大老板，撑起了家，还带兄弟们翻了身。他摸了摸身上的貂皮大衣，看着熟睡的儿子，眼泪滑了下来，赶紧转过头用手背悄悄擦干。酒局喝到后半夜，外头除夕钟声敲响，全城鞭炮震天响，夜空被烟花照得通红，兄弟们走路直打晃，互相搀扶着往外走。柱子大着舌头在门口鞠了个大躬，喊东哥嫂子新年好，这才被大强架下楼。包间里安静下来，满桌剩菜空瓶。陈向东走到落地窗前，用手抹开玻璃上的水汽。宋秀云推着婴儿车走过来，轻轻靠在他肩膀上。陈向东一把拦住他的肩膀，低头点上一根烟，看向窗外亮着灯的楼房。